打当初 ZV-1 发布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除了2470的焦段做自拍有点难受，那别的方面做的真的挺好的，产品展示功能不那么优雅的美颜，各种滤镜对焦也不错，这就是 Vlog 的专用相机。那尤其是白色的机身挺好看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哪怕到今天也都还在用它。那后面索尼也推出过 ZV-E10、ZV-E1 这种更加专业的 Vlog 相机，但是 ZV-1 的优势就是它真的小，这拍起来没有什么压力。那实话说，对新人这相机的大小真的很容易影响发挥。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是拿着手机你拍视频还能叨叨两句，但是如果你拿起相机第一次拍，真的可能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个我印象特别深。那在今天这个时点 Vlog 这个板块厂家竞争还是挺激烈的，索尼当然也不甘落后，所以这次带来了他们的 ZV-1 Mark II。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 ZV-1 Mark II 的话，我会说，相比 ZV-1 它确实更好用了，但是画面并没有变得更好看。那这次 ZV-1 Mark II 第一个升级的地方，也是我认为最大的改进，就是焦段。它的镜头换成了等效18到50毫米的焦段，相比 ZV-1 等效24到70毫米 ，ZV-1F 等效20毫米来说，那 ZV-1 Mark II 是这3台里面目前最广的。等效18毫米对于自拍 Vlog 来说，构图会更加舒服，你总算可以拍到人的肩膀以下，同时能够拍到你的背景。那更广的焦段带来另一个好处就是防抖 ，ZV-1 的防抖水平在我看来，也就这样，不怎么好用，你不能指望走的时候用它，还是很抖。而 ZV-1 Mark II 它虽然没有改变防抖的算法，还是以前那一套，但是毕竟焦段更广了，相对抖动就不会这么明显。那你拿着它来边走边拍，现在也算是一个选择，但是肯定没有用稳定器来的好，这是你需要明白的一点。那上面这些改进都还挺不错的，但是 ZV-1 Mark II 也付出了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代价。在焦段升级的同时，它在光圈上竟然退步了。那原本 ZV-1 的最大光圈是 f1.8 到 f2.8， 但是 ZV-1 Mark II 的最大光圈变成了 f1.8 到 f4， 在镜头推到35毫米的时候，最大光圈就只有 f4 了。这带来的问题就非常明显。如果你习惯手动曝光，那变焦的时候画面就会明显的变暗。我们说的可是2档以上的亮度衰减，这相当于画面暗了4倍以上，这个还是非常可见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你可以通过自动曝光来修正这个问题，但是噪点的变化是你肉眼可见的。其次就是这次 ZV-1 Mark II 也用了索尼旗舰 Vlog 相机 ZV-E1 当初出的这个所谓的电影感 Vlog 模式， 2.35:1的画幅，帧率锁定24帧，一共17种滤镜风格搭配。那对于这个功能，我真的很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有朋友已经买了 ZV-E1 的话，可以说一下。我个人觉得有点鸡肋，这几个效果还是偏保守一点，能玩的空间不是很多。但是也许吧，对一些人有一点作用。那麦克风方面 ，ZV-1 Mark II 现在也有了一些提升，变成了和 ZV-E1 一样的智能指向型麦克风，也就是说它会检测画面里是否有人，然后根据情况来自动帮你调整麦克风的收声范围，来隔绝噪音。那 ZV 系列的相机在音质方面还是行业里的佼佼者，我可以给你听一些对比，你感受一下，应该还是很明显的。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佳能 G7X3 的声音，跟这台索尼 ZV-1 Mark II 产品定位都很类似。我现在切换到它，可以听一下。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索尼 ZV-1 Mark II 的声音，听一下，会和这个 G7X3 有什么区别吗？那这次索尼也还是给你配了这么巨大一个胸毛，装在相机上面可以杜绝风噪，这还是挺好的。那大多数情况下，我觉得不装外置麦克风 ，ZV-1 Mark II 的声音也算是够用。那唯一的遗憾就是它的热靴接口不支持索尼这些更加专业的无线数字音频麦克风，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好的音质，你还是会需要使用插线的外置麦克风。而且还有个问题 ，ZV-1 Mark II 它没有耳机接孔，所以你不可能听到你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有过曝的风险。那最后就是易用性方面，这次 ZV-1 Mark II 新增了动物的眼部追焦，菜单也变成了和 ZV-E1 一样的新菜单，支持了全屏触摸的操作，这还是挺舒服的。索尼也基本可以摘掉那个菜单稀烂的帽子了，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那所以相比 ZV-1 Mark II 确实变得更好用了，但是它没有变得更加好看，这里指的是画质层面。ZV-1 Mark II 使用的是和 ZV-1 相同的1英寸传感器，相同的处理器。那这就意味着它还是只能拍摄最高 4K 25帧8比特420的画面。那在这点上我真的觉得有点失望，毕竟现在手机还有运动相机都可以做 4K 120帧了，而且还有10比特的画面。那 ZV-1 Mark II 还是只有 4K 25帧，而且 4K 25帧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是很好用，果冻效应非常明显，你看是不是？这真的还是挺遗憾的。所以如果说你买 ZV-1 Mark II， 那我觉得你在心里得把它当成一台 1080P 的相机。
用它来拍摄50帧或者60帧，获得一个顺滑的 1080P 的画面，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你说够用吧？我觉得这个画面你看着也还可以，对吧？也不是说唯参数论，但是只能说还不够好。ZV-E Mark II 延续了 ZV-E 的传统，外观上没有什么区别，而接口总算换成了 Type-C 接口，这谢天谢地。你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连接电脑，把它当做一个摄像头来使用。但是这个 Type-C 接口是 USB 2.0 协议，什么玩意儿，索尼？如果你的习惯是通过 USB 连接电脑来拷素材，那它的传输速度非常的感人，是很慢的。索尼这个刀法我不能理解，就不能升级到 USB 3.0， 你再配上一个 PT 快充吗？这也是没有的。所以无论是传输速度还是充电，现在体验我都说不上很好。那除此之外 ，ZV-E Mark II 和 ZV-E 没有什么区别，按键布局、屏幕、电池、SD 卡槽，这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至于过热的问题，我不知道索尼是不是调高了过热保护的阈值。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25度的室温，一块电池，连续拍了45分钟左右，没有出现任何的过热提醒，这表现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讲到这里 ，ZV-E Mark II 的内容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这类相机实话实说，我还是挺喜欢的。这就是一个心理负担的问题。它的画质确实和那些大的相机有差距，但是你经不住能把它塞进口袋里的这个诱惑，拔出来想拍就拍。哪怕我自己已经把脸皮练得很厚了，可以自由在任何相机面前表达，说什么都可以，边上有人也没所谓。但是当我拍别人和他互动的时候，我会发现小的相机和大的相机真的挺不一样的。那像这种卡片机，我可以这样拿着和他说话，而大的相机就必须要双手来拿，这攻击性和距离感都会强很多。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体验过的朋友应该都懂，就是对方说话就会突然变得很板正，这对于拍 vlog 来说就不是一个好事。所以在这一点上 ，ZV-E Mark II 有着它得天独厚的优势。那现在你肯定以为我要开始要个3连，然后结束这个视频了，对吧？但是没有结束，这里有没有一个小的彩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视频有什么不同？这个视频全部都是直出，并且是有一台 iPad 来完成这个剪辑的。3年前我们做过同样的实验，那时候 iPad 的剪辑体验是稀烂的，连软件都没有几个，根本就不好用。而现在这些专业软件都推出了 iPad 版本。那我们好奇的就是在今天，作为一个 vlog 相机用户，我能不能不用电脑这些繁琐的流程来做一条相对完整的长视频？所以接下来我会拉上我们公司的剪辑师来讲讲他的后期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好，我是影视飓风的剪辑师 Goodway。这次我用的是 Final Cut Pro 来剪这期节目。那硬要说感受的话，还是电脑好用些的。那 iPad 版的 Final 具体功能我就不在这边展开了，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看看其他频道。我就回答一些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吧。那第一个问题，现在用 iPad 剪片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答案就是还挺好的。虽然 iPad 上面很多操作都和电脑上不太一样，刚开始会让我觉得非常别扭，不过这几天习惯之后，用 iPad 剪片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这么阴间了。那第二个问题，像 ZV-E Mark II 这样的卡片机能用 iPad 完成后期剪辑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答案是当然可以。这次的节目我们是以 4K 50帧的规格制作的， iPad 可以非常流畅剪辑，那卡片机的素材一般都不会太大， M2 芯片的 iPad 对于这些素材当然也是砍瓜切菜，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 iPad 的性能原因导致出现问题。但剪辑体验光靠性能肯定不行，软件好不好用才是关键。只能说剪辑像 ZV-E Mark II 这种直出的画面，问题确实不大。Final 目前对于 log 素材调色能力还是不太行，虽然它也支持 log 文件的映射，但也只能调整曝光、对比度、饱和度这些基础参数，甚至连波形图都没有。相对来说，用电脑后期调色，动态范围会更大，也更漂亮。比如同一个场景，电脑上可以很轻松的调成这样，直出就只能这样。那这时候大家很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达芬奇？那我想说的是，达芬奇的调色能力确实很强，但是目前它连剪辑界面都没有，只有一个快编界面，真的很尴尬。另一方面，大家辛辛苦苦拍了一天 vlog， 上百条素材，没有好用素材管理也一样崩溃。iPad 版的 Final Cut 目前素材管理和电脑端一样，它没有文件夹这个概念，导入所有视频之后，你需要手动通过关键词功能实现分类，体验只能说还行。但是剪映它根本就没有素材管理，首先不能添加文件，只能导入相册里的内容，导入之后素材就在你的时间线上，这个体验真的很糟糕。用剪映剪片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工作，添加一段素材，编辑好了之后再添加后面的素材。
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用 iPad 剪这种卡片机拍的 Vlog， 该选什么软件？那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说剪映。你说达芬奇强吗？当然强，调色界面几乎和电脑端一模一样。你说 Final 强吗？也很强，多轨编辑为 iPad 各种适配。但是剪映还是靠它这些有趣的特效、美颜、变声这些功能，轻轻松松能把你流水账的 Vlog 剪出不一样的感觉。唯一的遗憾就是目前的 iPad 版的剪映就是手机的放大版，没有素材管理和分轨。如果剪映的专业版能放在 iPad 上，那真就是无敌。Back to Tim。所以 iPad 的工作流，我得说剪映还是当之无愧的王者，真的太厉害了，我们得单独做一个视频。那对于 Final Cut Pro， 如果你平常的工作流就是它，那 iPad 版本可以完成一些基础的粗剪，在路上也可以操作，然后你可以把项目同步在电脑端来完成对应的精简，也有它的优势。那对于 ZV-E Mark II 来说，我的观点就是相比 ZV-E， 它确实更好用了，焦段更加合理了，麦克风也更加智能了，菜单也更好用了，我很喜欢，它也一定会成为今年角逐最佳 Vlog 相机的选手之一。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那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收费、3连转发，这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